这是个尚不为人知的暗示。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3个星期，整理了这里全部的写本和绘画。这是1908年的莫高窟藏经洞。不久前，这里发现了数万件中古时期的文献。在这个发现即将轰动全世界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带着上万件文献回到法国后，伯希和说：“我没有放过一件主要的东西。这些主要的东西里，有1000多年前的，本以为失去的经典和历史。”其中，一个小小的卷宗，记录了唐末宋初时敦煌人奇特的生活和难以琢磨的命运。他叫曹元忠，敦煌节度使，当地人称敦煌王。这时的中原，唐宋交替，社会动荡，但远在西陲的敦煌，在曹大王的统治下，还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这是敦煌鸣沙山下的月牙泉村。骆驼一大早就得去鸣沙山上班了，那儿的游客正等着他们呢。开车的这家人姓秦，家住在月牙泉村。秦家也养了2头骆驼。在鸣沙山下还有50亩葡萄地。春天来了，他们来到地里给葡萄上秧，就是把在地里埋了1冬天的葡萄秧挖出来，让它们重新发芽。这个沙漠中的城市，土地因为稀少而显得尤为珍贵。人们要精心地浇灌它，保护它，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3257号文书，就记载着在鸣沙山下发生的一场土地纠纷。1000年前，一个叫阿龙的寡妇向官府递上诉状。敦煌王曹元忠亲自审理了这个案件。我们请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建红来一同解读这件文书。现在我们正在展示1000多年前发生在敦煌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寡妇阿龙为了要回她失去的土地，向节度使官衙提出了申诉。阿龙，你为什么提交这个诉状？大王，他抢了我22亩地呀！寡妇阿龙家住在敦煌，他当年一个小小的案卷，成为今天各国学者研究民间生活历史的重要文献。And yet we have from it little windows into ordinary people's lives. And that's what's so exciting, because those people would otherwise be completely unknown to us.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隐含着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片段。他们像散落了上千年的拼图碎片，而专家就像高明的拼图玩家，一点一点拼接着敦煌上千年的生活历史。
you get a piece from this part of the picture and a piece from this part of the picture and another piece here, and then you have to try to imagine what the whole picture is. 英国敦煌学者 Susan 把寡妇阿龙的故事放入敦煌历史的大拼图里，仿佛激活了1000年前阿龙生活过的敦煌社会。今天的女性有着丰富的社会活动，而1000年前，敦煌的阿龙也能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就是女人社。女人社是敦煌城里女性佛教信众的社团，她们定期到莫高窟里念诵佛经，供养佛祖。社团的活动会有定期公告，参加社团要签名登记。一个社团的女人要互相帮忙，彼此协助。而每个女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她叫雅可，和婆婆关系很差。这个婆媳吵架的隐私也被人记录在敦煌文献里。专家对这个文书很感兴趣。她的婆婆批评她，她也是怄气不服气，睡那儿不起来。婆婆说：“叫你饿3天，饿了你自己都起来了。”说这个日子我真过不下了。后来她就提出来离婚。她一提出离婚，这婆婆就巴不得啊，这样媳妇早都不想要了。你自己提出来离婚，那巴不得，还那好，那就说这个所有那个房子里边的东西都归你，都送给你。另外还再给你做一床被子，新被子送给你，就送瘟神似的要把他送走。他走了以后，他自己也很高兴，离开这个死老鬼，我再去找一个我所心爱的一个人去结婚去。但是这里边还是比较同情，就是说可能流露出作者认为呢，这个女子也不能都光是你叫我怎么样我都怎么样，应该有她自己的想法，应该有她自己的人格。敦煌的女人追求独立的人格，在婚姻中有选择离婚的自由，但来到女人社，她们还要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按时向社里交纳费用或贡品。只有这样，将来女人社才会出钱帮她们操办一个体面的葬礼，并在葬礼上祈请菩萨带领他们进入极乐世界。听起来，这种定期付款、到期兑现的承诺，倒有点像今天人寿保险的意味。什么样的葬礼算得上体面呢？1000年前的敦煌人有种特别的观念。这幅壁画叫做《老人入墓图》，这不是在为去世的人举行葬礼，而是一位感到死期将至的老人来到坟墓前与亲人诀别，然后独自进入墓室，与外界断绝往来，直到去世。这2幅老人入墓图里，甚至还有来跳舞庆贺的人。为什么人还没有去世，就要进到坟墓里等待死亡呢？这不是普通的坟墓，墓室里面装修成了佛堂的样子。老人希望自己可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诵经念佛，在安心羞耻中离开今生。当时佛教的一部经典认为，信徒在临终前与世隔绝，一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得到更高的修行境界，甚至可以进入极乐净土世界。
可这个正在抹眼泪的女人，仍然为离开老人的今生而悲伤。更多的信徒和她一样，就像我们的主人公阿龙，还是在意着此生此世、春耕秋收的得与失。而多年前，一个来自游牧部落的人，对另一种生活的选择，竟引发了寡妇阿龙的土地官司。大王，这块地是11年前是我叔叔索进军留给我的。索进军是阿龙的小叔子，有人说他是敦煌人，有人说他是吐谷浑人。他迷离的身世是官府在11年前错把阿龙的土地分给了他。寡妇阿龙的案卷是由公堂上的官员记录的，几个当事人的供词，在今天看来成为一段段小故事。阿龙的小叔子索进军是这些故事里最生动的一笔。很多年前，一群从南山来的吐谷浑人到敦煌抢劫，还是小孩子的索进军被他们抢到了南山，从此再没有音信。当时的南山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祁连雪山。当时在南山地区聚居着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吐谷浑、吐蕃、羌这些民族。那么他们有时候会跑到敦煌城来骚扰一下，大概索进军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吐谷浑人抢走的。敦煌城的四周有祁连雪山、富庶的河西走廊，还有通往西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原和西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聚居往来。长大成人的索进军突然回到了这个繁华的都市，没有人知道这个陌生人是不是当年失踪的孩子。但是他献给官府2匹好马，请求从索家兄弟家产中分得他的一份。丈夫和儿子去世后，阿龙的土地一直荒芜着，官府就错把这片荒地分给了索进军，使他成了索家的户主，而阿龙的生活从此改变。伊丘渠边上那块地，在我嫁到索家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的名下了。除了那块地，我们还有一些房产。我结婚的时候办得非常的体面。如果要是没有这块地，我们怎么能做到呢？确实如此，索氏家族在敦煌是一个望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面，权贵豪门传承权力，世家大族传承文化。在敦煌，张家有张一潮当过节度使，索家的索勋也当过一任节度使，他们和曹家也有姻亲的关系。阿龙虽然这个时候已经很贫困了，但他确实和张家、曹家都还有关系。所以记录这个案件的有一个证人叫做张银润，他就是张家的，他的身份是书手判官，说明阿龙在当地还是颇有人脉的。在敦煌，想判断一个家族的地位够不够显赫，就去莫高窟看看他家的洞窟修建得怎么样。当时佛教在敦煌非常兴盛，人们在莫高窟给今生和来世带来回报和利益。当年的人们把自己的形象和名字留在洞窟里，为了彰显功德。
而这些信息，帮助今天的我们找到了曹大王家的洞窟，看到了他和家人的形象。洞窟就是寺庙的一种形式。当年，像阿龙这样的百姓，也可以在曹大王家的洞窟里念经拜佛。There's a lot about, I mean, they're a reflection of the life at the time, and the people in them are the people who were living at the time. I mean, an artist at Dunhuang would draw the things he knew and the people he saw. So we can see a lot from that. 画工们为了表达抽象的佛经，创作时调动起自己的生活印象，把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难以想象的生活画面保留了下来。我们的主人公阿龙在婚礼中的装扮，就是根据敦煌壁画里那个时代女人的形象再现的。从现代的形象，怎么变成唐代的阿龙呢？造型师杨树云给我们做了展示。唐诗中间说花面丫头14、15，就是14、15岁的小女孩都知道满脸贴花子。它花子有2种，一种是贴上去的，一种是画上去的。贴上去的叫贴花子。在敦煌壁画中间，我数了一下，其中有一个妇女啊，她在脸上贴了23枝花。在敦煌壁画里，有一个女人的面颊上画了一对鸳鸯，这给杨树云带来了画腮红的灵感。先贴上一个小鸳鸯，完了以后呢，画上胭脂，完了以后把鸳鸯拿去了。我今天画的是蝴蝶，我已经把它更加时尚化了一些。唐代女人腮红这么突出，面部轮廓这么大，今天看起来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在时尚造型师的眼中，却有另一番理解。脸型圆润或者是脸怎么说，我们的脸型比较大的人哈，他的这个颜色的这个使用空间的氛围，他肯定是要比小脸的人要多一些。他的色彩表现力呢也可能会明显一点。我觉得特别是眉眼距离比较大的人，那他的这个色彩的表现力就很强烈。他很强调说，我这个颜色能涂出来的效果，我给你展示看。如果你希望让它看起来比较饱满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把这个腮红涂在脸颊上，更多运用的是色彩感。这样的话，第一呢，给人感觉比较饱满；第二呢，就有点健康感，很喜悦。这种色彩和喜悦，给造型师李东田的创作带来了启发。利用了这个圆点的这个特点，把这个眉毛去了，在四周画了这个圆点。
由一边一个变成了这个单边的，用现代的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去诠释古典的特点。壁画让瞬息万变的时尚定格在1000年前。敦煌为何如此时尚？1000年之前，阿龙生活的城市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不同的民族都汇聚在那里的时候，就像一个城市一样，像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啊，像纽约，像伦敦呢，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大家都不以为怪的，就是见怪不怪的。They were living in a cosmopolitan city. There were many things to buy, many luxuries, many entertainments, very good music, dance, good restaurants to eat at, very good food to be had, lovely silks to buy, new things coming from abroad, and you could buy goods from all. 这里曾经云集了东来西往的使臣、僧侣和商队，官员们用马球赛来迎接贵宾，人们大笔的赚钱消费，筹备远行。市场上有专门的旅游业，有礼仪学校、翻译学校，可以请到职业的向导和驼队。1000年前，来往于敦煌城的人们，为了追求财富和梦想，路过这里。而今天，藏经洞和莫高窟名扬天下，敦煌城自己成了旅行者的梦想。敦煌城里的繁华，仿佛要使人忘却城外的大漠。那是个怎样的地方呢？风声如同鬼哭狼嚎，沙丘幻化成巨大的恶魔，将渺小的生命吞噬。什么都不能支持人们踏上这条九死一生的路，除非有2种动力，就是金钱和信仰。在阿龙打官司的季节，敦煌人正在为燃灯节做着准备。每年腊月初8，敦煌的佛教信徒在莫高窟的佛像前燃灯，来表现佛法的光明。这是摆放灯盏的灯轮，也叫灯树。壁画上的灯轮，有的有10来层高，整个灯轮上可以燃灯上百盏。燃灯节的时候，把灯轮摆放在洞窟里，将各个枝杈上的灯盏点亮。人们燃灯斋戒，载歌载舞，供奉佛祖，保佑自己。从远处看去，莫高窟每个窗口都闪烁着光芒。在夜晚的沙海里，它像一艘巨大的船，载着人们驶向心中的净土。寡妇阿龙，什么证据证明这块土地是你的呢？大王，
这是我儿子留下的，这是当年我们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凭据，这个可以证明。阿龙的儿子曾把地租佃给别人的契约，是他拥有这块土地的唯一证据。但是阿龙的儿子过世了，由官府认定为索家户主的索进军回到了祁连雪山。现在曹大王只能靠这张过时的契约来做最后的判决。这张契约在中国历史中显得太微小了，如同鸣沙山里的一粒细沙，轻轻松松就会被埋没或吹散。不过，历史往往不按规则出牌，它竟被意外地封存进莫高窟藏经洞里，和珍贵的文献绢画一起，等待着千年之后的机遇。She's not in history otherwise. We only know her from history because of this one little court case, and the documents have survived purely by accident. And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的生活，所以他又骑马回南山去了。阿龙和远房侄子顽强地争夺着，真正引起事端的索进军却早已离开了。官府把阿龙的土地作为索家家产分给了他，而让阿龙期盼的春耕秋收、日复一日的耕作，在他看来却是单调和束缚的生活。土与浑人的游牧生活重新吸引了他，他随手把土地送给了远房侄子索佛奴，自己重回他心里自由的天地。夏天来了，月牙泉村秦家的葡萄开始抽芽了，一年的耕作开始越来越有希望。敦煌人爱吃面，阿龙生活的时代就知道用胡杨树的天然碱来发酵面粉。在中国的西北，随处可见大片的麦地，这是从新疆出土的唐代的饺子和点心。新疆干燥的气候使这些面点得以保存下来。秦家大姐今天做的是揪面片儿，古时候人们这样描述它：薄脱，如大指许，2寸1段，皆急火逐沸熟煮。在失去土地前，这些美味也是当年阿龙的家常饭菜，而他的下半生能不能重新吃饱穿暖，就看官司的胜负了。让他们给证词画押，再做判决。我们在文书上可以看到，当时画押的方式也是比较独特的，它是按照男左女右的方式，用中指的指节在上面画线。那么我们看到有阿龙的中指的指节线，这是我们最接近1000多年以前阿龙的信息，这个信息留给了我们无穷的遐思。So she was someone who had a lot of determination and a certain amount of strength, because
to go through that is very difficult, and to keep on fighting and to keep on living is very tough. 阿龙的命运和性格，在他也许曾经拥有的婚礼。我们再次回到鸣沙山下，正在那里考察的敦煌民俗学专家谭禅雪，将为我们解读阿龙婚礼的仪式和细节。人常说啊，靠山吃山。你看，我们这一对农家夫妇姓秦，他就住在鸣沙山的脚下，家里呢养了一头骆驼。因为敦煌有著名的莫高窟，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到这里来旅游参观。这一对夫妇就用骆驼供游人玩耍，所以当年在丝绸之路上跋涉的沙漠之舟，现在成了敦煌旅游的赚钱工具。不光是现在，在过去的时候，在莫高窟里面也绘制了很多精美的壁画，里面有婚嫁图。看，这就是当年婚嫁图中轻盈的马队。在唐五代的时候啊，敦煌有一个学者，他说：“堪堪盛瑞皆云霞，敦煌人民凭此活。”这个堪堪就说的是莫高窟众多的洞窟，在洞窟里面供奉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这1000多年的佛像，还绘制了很多很多的壁画。佛教的教义是比较深奥的，有一部佛经叫做《弥勒下生经》，讲的就是在佛国的弥勒世界里面是多么的美好。人呢，寿命是84000岁，女人要到500岁才出嫁，怎么去反映这样一个内容呢？就用了人间婚嫁的场面，反映当年佛经的教义。阿龙和夫君有人的梦想在这里沉淀。阿龙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实现呢？阿龙想夺回的土地，就在今天的这片鸣沙山下。春天挖出的葡萄秧，现在收获了。秦家大姐摘的葡萄，今晚就会运往全国各地。这里的土地，今天仍然是人们的生活所依。草原中
听了双方的申诉，拿起笔来大笔一挥，说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判词。他认为这个土地被索金军和他的侄子所取得已经是继承的事实，不可改变。但是阿龙确实很贫困，而10几年来没有在这个土地上得到一点点的收获，所以他判决从此以后阿龙可以从这个土地上获得他自己应有的一份。那么从这个判词里面我们看到，曹元忠确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节度使，他判案有情有理而且合法。那么曹元忠是归义军时代当了节度使时间最长的，大概30多年的这样一个节度使，在这个案卷上留下了他的亲笔判词，应该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公堂的官员把阿龙的案卷连同当年阿龙的指纹和曹大王的签名仔细粘连保存。谁能想到，这个官府的例行存档再次得到查阅和检验，已经是在1000年以后了。2007年，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建红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商谈，将阿龙文书的数字版图片购买回国。2008年4月，我们来到法国，终于亲眼见到文书上阿龙的名字。1000多年过去了，这件文书再一次展开，面对着我们。这些历经1000年，如今散落在众多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书里，到底还隐藏着哪些历史中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寻觅、探索？历史中的敦煌是一个传奇。人们看着莫高窟的壁画和文书，遥想它曾经的故事。而那些图画和文字背后，朴实真切的生活，在鸣沙山下2000年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